一个普通的修车工，为了追到当红女明星，拿出了泰国国王的圣旨，自称是奉旨成婚，用一枚价值66元的钻戒和一堆假黄金，成功的追到了漂亮的女明星。事情曝光之后呢，整个泰国都震动了，泰国总理亲自下场到警局报案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我们来讲泰国女明星诈骗案。我们的女主角是泰国的女星卡娜，全名叫林雅尔·瓦查勒如斯利，1992年出生，33岁了，是泰国7台的签约艺人。她演过《檀香味的迷恋》等影视剧，长相甜美，在泰国呢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。但是呢，年过30，卡娜的事业遇到了瓶颈，机会越来越少，事业是不上不下。祸不单行啊，她的感情上也亮起了红灯。2024年7月，她交往多年的富商男友劈腿了，两个人分手。身心疲惫、渴望安稳的她呢，在朋友的建议之下，注册了交友软件，想通过交友软件找一个安稳的归宿。卡娜刚刚注册了交友软件之后没多久啊，就认识了一位叫做塔纳玉的男子。塔纳玉31岁，其貌不扬，但是他的个人资料却金光闪闪。他是曼谷青年组织副总裁，泰国文化部青年志愿者领袖，暹罗青年学院的主席。最唬人的是呢，他自称是现任泰国总理佩通坦的私人顾问。佩通坦被称为美女总理啊，父亲他信和姑姑英拉都曾担任过泰国的总理，可以说是一家三总理啊。他们家族呢在泰国是权势滔天，所以能给总理当顾问的男人，这个男人的能量一定也非同小可啊。而且在塔纳玉的社交账号上有跟很多泰国的名人、企业家、政府高官的合照，还有在游艇上喝红酒，手上戴着价值千万的手表啊，看上去是一名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。卡娜呢一开始也是怀疑的，他觉得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怎么可能在交友软件上找对象呢？为了证实自己是总理佩通坦的私人顾问，塔纳玉给卡娜发来了与前任的总理他信的合照，还有与总理佩通坦的聊天记录截图。聊天记录里总理事事都征求他的意见，语气也非常的恭敬，对于塔纳玉给出的建议基本上都是全部采纳。卡娜在网上搜索了塔纳玉的相关信息结果什么都没有搜到。对此呢，塔纳玉轻蔑地解释，我们上流人士的圈子，外人是当然查不到的。塔纳玉还透露自己的父亲是政府的高官，实际上呢自己是私生子，从小受苦，后来呢才被家族给承认了，接受了高等的教育。这一套的私生子逆袭的故事呢，让卡娜感觉既真实又神秘。真正让卡娜彻底信任的是一场英雄救美。之前呢，卡娜和她的前男友合伙开了一家医美诊所，因为涉嫌洗黑钱被政府调查。虽然卡娜和前男友已经分手了，已经分开了，但是还是害怕被牵连，于是呢将事情跟塔纳玉说了一遍。塔纳玉拍着胸脯保证，小事一桩，我找总理批个特赦令就行了。几天之后呢，这件事就风平浪静了，没有人找卡娜的麻烦。从此卡娜对塔纳玉的身份更加的是深信不疑了。之后呢，两人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，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嘘寒问暖。两个人网恋了4个月之后，塔纳玉顺理成章的就提出要线下见面。见面的当天呢，卡娜在家门口等待着塔纳玉来接她。让她惊呆的是，来了一个阵容庞大的车队，前面有2台警用摩托车开道中间一辆商务车，前后还有保镖车和警车护送。这个阵仗谁看谁迷糊呀。最后呢，车队停在了卡娜的家门口，这可把卡娜给吓坏了，他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儿呢。正当卡娜慌得要命的时候，塔纳玉身穿着泰党制服，肩带徽章，从商务车下来了，后面呢还跟着几位保镖。卡娜表示刚开始自己对这个塔纳玉印象也是一般，因为塔纳玉外表十分的邋遢，而且还有口臭但是呢，在权力光环的照耀之下，这些小毛病都不是事儿。之后呢，塔纳玉对他无微不至经常带他去吃地摊，说是为了不忘本，同时呢还会给他讲自己悲惨的童年。塔纳玉还送礼物看望他的家人，卡娜就彻底沦陷了，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呀，嫁入豪门指日可待
2025年的2月，塔纳玉开始向卡纳求婚了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还送上了750克的黄金和一颗4克拉的钻戒。这750克黄金按照现在的市价，大概相当于70万人民币啊。面对黄金和鸽子蛋钻戒，这个卡纳的确是有点动心。但是呢，卡纳还是觉得两个人交往的时间太短了，最后婉拒了。没想到几天之后呢，塔纳玉又来了。这一次他放出了大招，这次呢，他带来了一份烫金的卷轴，上面印着泰国国王的签名和印章。他说：“这是泰国国王赐婚的圣旨，我是奉旨成婚啊。”他还解释说：“因为我太爱你了。”于是呢，把这个事情给国王说了。国王知道之后呢，觉得我已经30岁了，也该结婚了，于是就下圣旨让我们结婚，祝福我们。要知道，在泰国，皇室是至高无上的，被国王赐婚那是一种荣耀啊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拒绝的话冒犯君主罪要被判刑15年呢。作为一个小明星，他哪敢抗旨呀？于是呢，卡纳在威逼利诱之下就答应了塔纳玉的求婚。2025年的3月17日，卡纳在网上晒出了钻戒，宣布自己订婚了。祝福声如潮水一般的涌来，他以为自己抓住了人生的上上签。然而订婚之后，事情就开始了转变。订婚之后呢，塔纳玉开始以各种理由来要钱，先要9.8万泰铢，约合是2万人民币，说是要买香槟酒来感谢总理。卡纳就奇怪了，你买酒怎么不自己掏钱呢？塔纳玉给了一个理由，他说：“总理喝了你给买的酒，这是拉近你和总理之间的距离啊。”卡纳一听这有道理，给钱掏钱。后来塔纳玉又带着卡纳去逛奢侈品店，给自己买西装、买皮鞋、买皮带，让卡纳来付钱。这会儿卡纳又不高兴了，塔纳玉马上又给出了理由，他说让卡纳付钱呢，是要在家人面前给他长脸，让他有面子。被洗脑的卡纳高高兴兴的付了钱，两人又逛了几家奢侈品店然后给塔纳玉买了一身的行头，好像一切都很顺利。但中间呢就出现了一点差错。在一次购物的时候呢，塔纳玉到试衣间里去试衣服，但是他的手机放在了外面的凳子上。这时呢，手机就响了。外面等待的卡纳刚看了一眼，刚想去拿，没想到塔纳玉光着膀子，穿着三角裤就跑了出来，一把抢过手机，慌忙的就挂断了电话。塔纳玉解释说是骚扰电话，不要管他。而对方这种慌张的表情让卡纳就起了疑心了，他偷偷的记下了那个号码。当晚回到家之后，卡纳拨打了这个号码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，对方说自己是塔纳玉的妻子。塔纳玉的妻子说，他和塔纳玉早就已经结婚了，两个人还有一个孩子呢，都2岁了。这小子抛妻弃子，连抚养费都不给。这个塔纳玉的妻子这才打电话来要钱。当卡纳将自己的事情给对方说了一遍之后对方就说：“去他娘的总理顾问，他就是一个修车工，他爸是庙里的和尚。”卡纳听到这里如遭雷击但是呢还抱有一丝的侥幸。他拿着塔纳玉送他的那些聘礼去鉴定，结果令人崩溃。750克的黄金是镀铜的，一掰就弯。4克拉的这个鸽子蛋的钻戒是玻璃制品，专家说了，路边摊卖300泰铢，约合是66元人民币。那份皇家圣旨更是粗糙的伪造品。卡纳瞬间从云端坠落，羞辱和愤怒淹没了他。自己好歹是一个大明星，却被一个口臭的死胖子修车工骗财骗色，自己还傻乎乎的在网上发文宣布自己嫁入了豪门，这脸可丢大了。整理好心情之后呢，卡纳并没有马上报警。2025年的3月21日，他删除了订婚的贴文，宣布姐又恢复单身了并且呢联系了电视台，在综艺节目上实名揭露了这个骗局。他哽咽地说：“如果我丢人能救到其他女孩的话，这也值了。”节目播出之后呢，在泰国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卡纳的曝光引起了连锁反应，先是泰国总理办公室紧急辟谣，说从来没有塔纳玉这个名顾问。总理佩通坦也亲自到警察局报警自证清白。前总理他信也澄清，合照是粉丝的个人行为，与诈骗无关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另外5名女性联系了卡纳，自称也是被塔纳玉以相同的手法给骗财骗色了。
其中一名女子已经怀孕8个月，无法堕胎，很是绝望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位名字叫于医生的女士，也是真人露脸来揭露塔纳玉的骗局。她说自己被塔纳玉骗了大概800万的泰铢，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75万人民币。警方迅速的行动，在塔纳玉的住处呢搜出了几十套的名牌西装、奢侈品拖鞋以及伪造文件、P 图工具。邻居说啊，这他们倒垃圾啊，都是穿着几千块的拖鞋。调查发现，塔纳玉早在2021年就因为诈骗罪被通缉。他是一个骗术老手了，用虚假的头衔、伪造聊天记录和合影，专门骗那些渴望嫁入豪门权贵的女性。2025年的3月25日，警方逮捕了塔纳玉。在警局呢，他一度嘴硬否认，趁着尿检的时候上厕所，跑到了3楼玩起了空中飞人。结果呢，掉在了2楼的雨棚上缓冲了一下，再加上他比较胖，自身的脂肪护甲的缓冲，最后只断了几根骨头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既然没有挂掉呢，迎接他的就是法律的制裁。塔纳玉犯有重婚罪、诈骗罪、伪造政府文件，最严重的是假传圣旨，犯了冒犯君主罪，至少要监禁15年。事发之后呢，有人认为卡纳作为一名女明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塔纳玉，避免出现更多的受害者，值得表扬。同时呢，也有人质疑卡纳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塔纳玉长得又胖又邋遢，还有口臭。作为一个漂亮的女明星，你是怎么下得去嘴的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卡纳拜金是为了攀附权贵才和塔纳玉订婚的。对此呢，卡纳表示自己是因为塔纳玉的身份，再加上皇室的压力，实在没有办法才和塔纳玉订婚的。ตอนอยู่ก็รักนะคะต้องพูดตรงเดือนนึงรัก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มันรู้สึกรักนะ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ก็ดีกับเราใช่ค่ะแล้วมันก็มาถูกจังหวะพอดี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ก็เฟลจากคนเก่าอะค่ะมันก็เลยเหมือนคนอกหักอะแล้วเจอคนมาแบบเข้ามาพอดีมาโปกโปโลพอดี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มันก็เลย那么你觉得女明星卡纳有没有真的爱过塔纳玉呢？欢迎评论区里留言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